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卡兹欧15分钟云端小学堂，15分钟让你学习一个新的主题，轻松而无负担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课程是建立虚拟磁碟机。在这个课程里将分为5个单元。第一个单元介绍如何建立虚拟磁碟机，第二个单元介绍如何初始化磁碟机，第3个单元介绍如何新增磁区以格式化磁碟，第4个单元介绍如何中断连接虚拟磁碟，第5个单元介绍如何连接虚拟磁碟。卡兹欧使用的环境是 Windows 11专业版作业系统。在课程开始之前，请先确认你电脑安装的是否为 Windows 作业系统。本课程将以 Windows 11专业版的画面来做操作。若你电脑安装其他版本的 Windows， 请依照你实际的画面来做操作。接下来开始今天的课程。建立虚拟磁碟。首先按 Windows Key 加 R 组合按键，开启执行对话视窗，再开启栏位输入 diskmgmt.msc 指令。现在先来说明一下 diskmgmt.msc 指令名称的意义。这个指令共分为3部分。这个指令的第一部分是 disk， 这个指令的第二部分是 mgmt， 这个指令的第3部分是 msc。disk 就是 disk，mgmt 就是 management，msc 就是Microsoft Configuration。 这个指令拆开来的意思就是磁碟管理微软组态，也就是微软组态的磁碟管理程式。现在回到输入指令的画面，输入完后点选确定按钮，立即会开启磁碟管理程式。点选动作功能表，若功能表内的选项呈现无法选取时，请先在下方的视窗内任意位置点选一下，再重新点选动作功能表，就能看到选项已经可以使用了。点选建立 VHD 选项，这里先说明一下 VHD 的原文是 Virtual Hard Disk， 也就是虚拟硬碟或是虚拟磁碟的意思。点选建立 VHD 选项后，会开启建立并连接虚拟磁碟视窗。首先请先设定虚拟磁碟存放的位置，点选位置栏位右侧的浏览按钮，会开启浏览虚拟磁碟档案对话视窗。在这里点选文件资料夹，点选新增资料夹按钮，将新增资料夹名称更改成 Virtual Disk 资料夹名称。修改完后按 Enter， 点选进入 Virtual Disks 的资料夹。在档案名称栏位中输入要新增的虚拟磁碟档案的名称。虚拟磁碟档案的名称可以自由设定，但建议要设定有意义的名称，以便能看到档案名称就能立即知道虚拟磁碟机里面是储存什么资料。这里输入 Data Disk， 输入完后点选存档按钮。接下来在虚拟磁碟大小栏位中设定这个虚拟磁碟的容量大小。虚拟磁碟的容量大小必须小于真实磁碟的容量大小。这里先按 Windows 加1组合按键，打开档案总管。因为文件资料夹是属于 C 磁碟机，所以我们要去检查一下 C 磁碟机还有多少空间容量。滑鼠指着 C 磁碟机，按滑鼠右键，选取内容。在 C 磁碟机内容视窗会显示可用空间，这边还有 44.1 GB 的空间。所以在设定虚拟磁碟大小时，一定要先来看一下你真实磁碟目前可用的空间有多大。在这边我先点选确定，先把档案总管关掉，在空白栏位输入16，在栏位右侧的预设单位是 Megabyte， 将它改成 Gigabyte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设定的这个 Data Disk 的虚拟磁碟机，它的空间容量是16 GB， 就表示要建立一个容量大小为16 GB 的虚拟磁碟。因为设定的虚拟磁碟容量小于2040 GB， 所以在虚拟硬碟格式中点选 VHD 格式，在虚拟硬碟类型中点选固定大小，最后点选确定按钮。在状态列上会显示正在建立虚拟磁碟讯息，右侧会显示建立的百分比进度，建立的时间将依各位电脑的效率而异。
这里先将磁碟管理程式放到最大。当虚拟磁碟建立完成后，会在下方看到多出一台磁碟2的磁碟机。磁碟后面的编号会依据目前电脑实际已有的磁碟数来显示。磁碟编号是由0开始计算。接下来的操作，请各位对照自己实际的磁碟数字来做操作。刚建立好的虚拟磁碟，磁碟代号的下方会出现不明字样，在 16G 容量大小下方会出现未初始化字样，同时在右侧容量 16G 下方会显示未配置的字样，表示 Windows 尚无法辨认这台磁碟。按一下 Windows Key 加1，打开档案总管，这里调整一下磁碟管理程式与档案总管的显示。在这边对照，各位可以看到，以目前卡州的电脑为例，磁碟0就是所谓的 C 磁碟机，也就是这一台磁碟机，也就是档案总管显示的 C 磁碟机。磁碟1就是 D 磁碟机，也就是档案总管显示的 D 磁碟。这里刚才有提到，目前新增的这台虚拟磁碟，电脑上无法辨识，所以在档案总管这里并无法显示。接下来的操作就是要让 Windows 能够识别这台磁碟。初始化磁碟，在磁碟编号处按滑鼠右键，点选初始化磁碟，会开始初始化磁碟对话视窗，确认选取磁碟区域中所选取的磁碟编号是刚建立的虚拟磁碟。刚才建立是磁碟2，所以这边必须要勾选磁碟2。再请使用下列磁碟分割样式给已选取磁碟，有2个选项。一个是 MBR 主开机记录，另一个是 GPT GUID 磁碟分割表。在这里点选 MBR 主开机记录选项，点选确定。磁碟代号下刚才的不明字样会变成基本字样，在 16G 容量大小下方刚才的未初始化字样会变成连线，表示已完成虚拟磁碟机的初始化作业。新增磁虚与格式化磁碟。接下来要在虚拟磁碟新增磁虚与对磁碟做格式化。在右侧区域内按滑鼠右键，点选新增简单磁碟区选项，会开启新增简单磁碟区精灵。点选下一步，在指定磁碟区大小页面，将简单磁区大小设成最大值。以卡州设定为例，也就是16381 MB， 也就是 16G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将整台虚拟磁碟设成一个磁区。点选下一步，指派下列磁碟机代号，在指派磁碟机代号或路径页面，点选指定下列磁碟机代号。我们先看一下右手边的档案总管，目前是 C 碟跟 D 碟，所以接下来它的预设值就是 E 碟。这边各位可以把它选择你要的其他磁碟机代号，在这里直接使用预设的设定值1，即代表 Windows 档案总管里这部虚拟磁碟机即为磁碟1。点选下一步，在磁碟分割格式化页面，选取用下列设定将这个磁碟区格式化选项。档案系统使用预设值 NTFS， 配置单位大小使用预设值预设。磁碟区标签将新增磁碟区字样更改成与虚拟磁碟机档案名称相同的 Data Disk 字样，勾选执行快速格式化选项，点选下一步，最后点选完成按钮。在 16GB 下方，原来未配置的字样会变成格式化字样，表示开始格式化磁碟。因为刚才格式化太快，所以刚才所讲的字样很快就会消失。格式化完成后，第一行左侧会显示磁碟区标签为 Data Disk， 右侧会显示磁碟机代号1。下面磁碟容量大小 16GB 右侧会显示档案系统 NTFS。在 16GB 下方会出现良好主要磁碟分割字样，表示虚拟磁碟机已经完成磁虚的新增与磁碟的格式化。现在可以开始使用这部虚拟磁碟机。看一下右手边的档案总管，E 磁碟机已经可以被辨识了，可以跟实体磁碟机操作一样，直接使用它。进入 E 磁碟机，可以在里面新增档案，或者是复制档案。在虚拟磁碟机的操作完全跟其他真实磁碟机的操作一模一样。
在完成新增词序与格式化磁碟后， Windows 会自动连接虚拟磁碟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先为各位介绍如何中断连接虚拟磁碟，然后再为各位介绍如何连接虚拟磁碟。中断连接虚拟磁碟。中断连接虚拟磁碟一般也称为卸载虚拟磁碟或是退出虚拟磁碟。它的操作很简单，只要对虚拟磁碟按滑鼠右键，点选退出选项，就会立即中断虚拟磁碟。可以看磁碟管理程式，磁碟2的虚拟磁碟机已经被关掉了。连接虚拟磁碟，按 Windows Key 加1组合按键，开启档案总管，开启存放虚拟磁碟档案的资料夹，文件 Virtual Disks。对虚拟磁碟机快按滑鼠左键2下，也就是 Double Click。虚拟磁碟1立即被载入档案总管中。这是刚才中断连接虚拟磁碟前所建立的资料也就回来了。在磁碟管理的程式里，也会看到虚拟磁碟再度被挂上。一旦虚拟磁碟被连接上，就可以在档案总管中使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介绍。若您喜欢卡之欧的课程，请订阅卡之欧的频道，别忘了按一下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卡之欧新的影片通知。还有，别忘了按赞与分享。谢谢你的观看。